黑龙江农村的一条小河旁边，有一片火红的高粱地。那天下午，一位梳着长辫子的漂亮姑娘在高粱地的地头上等人。时间不大，姑娘等的人来了，一个身材有点单薄的小伙子。等小伙子来到跟前儿，姑娘就说：“你这人也真是的，每次都迟到。”小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刚才队长找我谈话，耽搁了。算了，就知道你有理由。不过今天是最后一次了。什么？翠花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话里有话呀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这个村子叫红石头村。翠花是这个村上最漂亮的姑娘，与她约会的小伙子姓尤，名叫尤良新，是下乡知识青年。就在几天前，尤良新接到通知，说是他符合回城的条件，大队决定批准他回城。尤良新听到这个消息，先是很高兴，但转而又难过了起来，因为他与翠花已经相恋1年多了，他深爱着翠花。如果自己回城了，那就意味着必须要和翠花分开，这是他难以接受的。当天晚上，尤良新躺在床上一夜没合眼，翻来覆去的想主意，可想到天光大亮，他也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于是尤良新就找到大队长说：“大队长，我想好了，我打算不回上海了，您把机会给其他人吧。”翠花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了这事儿，她很感动，觉得自己没爱错人。这尤良新还真是有情有义，为了自己，他竟然能甘愿舍弃回城的机会。要知道，现如今多少下乡知青为了能够回城，削尖了脑袋，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呀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是良心他有情有义，可我也不能太自私呀。记得良心对我说过，他的愿望就是做一名汽车工程师，设计生产出性能优越的国产小轿车，是他的梦想。要是为了我留在农村，怕是他这个梦想就永远只是个梦想了。不行，我也该替他着想，不能扯他的后腿儿。于是翠花想出了一个万全的主意，这才约着尤良新来到高粱地见面。良心，俺这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咱俩分开吧。俺今天约你来，就是要和你说分手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想不通，总得有个原因吧。良心，考虑再三，为了将来能让俺的父母过得好一点，俺打算和大队长的儿子周全结婚。你知道，他一直都在追我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听到这儿，尤良新还是不肯相信，于是翠花就让他在河边地头等着，自己小跑的去把周全找了过来，当面说清楚。看着翠花和周全手都拉到了一起，尤良新痛苦极了。他想大喊，但是忍住了；他想痛哭，也忍住了。可忍不住的是泪水夺眶而出。尤良新不想让那两个人看到自己的眼泪，在泪水流出眼眶之前，他转过身，快步离开了高粱地，回宿舍蒙着被子哭去了。几天之后，尤良新带着伤心和愤恨的情绪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市。别的下乡知识青年回城之后，都是高高兴兴去上班或是找工作，而尤良新呢，整天就是闷在屋里唉声叹气。父母看出来了儿子的心事，就托人给介绍对象。可您想想，他这种情况能谈成对象吗？就这样在家待了3个月之后，尤良新的父亲老尤终于忍不住了。这一天，他把儿子叫到面前，先是臭骂了一顿，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道理。最后说：“儿啊，你是一个男子汉，不能整天悲悲切切地活在过去。人生的路很长，
需要你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你不是喜欢造汽车吗？那你就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啊！”听了父亲的教诲，尤良心如梦方醒，心想：对呀，我是男子汉，怎么能够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？于是他重整精神，开始出门找工作。可是到汽车制造厂去了，人家不要他，托关系走门路吧，他们家还没有。最后只好就先到一家铸件厂当了一名翻砂工。业余时间尤良心可不闲着，他发奋复习高中功课，1年后考取了湖北的一所汽车工业学院。后来大学毕业，顺利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汽车制造企业。从此尤良心一发不可收拾，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然而个人的婚姻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，家人朋友也曾不少次给他介绍女朋友，但是都被他以工作忙、事业为重的理由给搪塞过去了。一眨眼，尤良心40岁了，他设计制造的汽车销量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，他本人也做到了公司副总裁的位置。单说这一天，尤良心的母亲要他陪着到姨妈家去吃饭，到了之后才发现家里还有一位漂亮的长发姑娘。见到这位姑娘之后，尤良心不禁一愣，因为她长得太像自己的初恋翠花了。只是翠花的气质是质朴善良，而这位姑娘的气质是温婉大方的都市丽人。原来今天吃晚饭是假，这是姨妈专门为尤良心安排的相亲。姑娘的名字叫苗红红，今年31岁了，也是一直单身。一了解才知道，这苗红红是一位医学博士，妇产科医生。尤良心与苗红红互有好感，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。1年之后举行了婚礼，生活自然是幸福又甜蜜。婚后不久，妻子苗红红怀孕了，这可让尤良心乐开了花，整天沉浸在幸福喜悦当中，眉毛都快飞到头顶上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公司来了一位优秀的小伙子，研究生毕业，对汽车设计生产的观点很前卫。尤良心难免就多跟这小伙子聊了几句。这一聊才知道，原来小伙子就是当年那大队长儿子周全的亲外甥。尤良心按耐不住有些激动、有些紧张的心情，就问：“孩子，你舅舅还挺好的吧？”“挺好的，他现在都当镇长了，能不好吗？”“哈哈。”“那你舅妈也挺好的吧？他们的孩子也不小了吧？”“哎，哪有舅妈呀？我舅舅唯独就是这一点不如意，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人。”听到这儿，尤良心不禁大吃一惊。“孩子，你舅舅周全现在还是单身？他没跟翠花结婚？”“哦，您说那翠花姑姑呀，都是因为他，也不怎么的。我舅舅死心眼儿，翠花姑姑不肯嫁给他，他就一直也不肯娶媳妇。”这下尤良心明白了，但是他又糊涂了。当年他们不是手拉手的说要结婚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周全的外甥接着说：“现在翠花姑姑生病了，一个人独自住一个小院子，怪孤苦伶仃的。”听到这儿，尤良心的心里一阵刺痛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起了转。尤良心乘飞机转火车改乘汽车，最后坐着出租3轮来到了当年下乡的红石头村。小河还是那条小河，成熟的高粱地还是那么的红。当他出现在翠花面前的时候，2个人都几乎不敢相认。20年没见，一个已经是知名汽车设计师、上市公司的副总裁，另一个却成了患有慢性病、头发过早花白了的农村妇女。坐下来一说才明白，原来当初翠花根本就没打算嫁给周全，只是请周全帮忙，让尤良心对她死心，好下决心回城发展自己的事业
和前途。而翠花则立志终身不嫁，守住他们纯真的爱情。听完翠花的讲述，尤良心感动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扑到翠花的怀里，是放声大哭。哭过之后，尤良心就说：翠花，跟我回上海吧，我来给你养病，那里的医疗条件世界一流，一定能让你恢复健康的。翠花笑了，眼里含着泪笑了。良心，你有这份心，俺就知足了，俺这辈子就没白活。由于翠花坚决要留在老家，最后尤良心也只好独自踏上了归途。他心里明白，翠花其实是不想打扰他的生活。第二年春天，尤良心的妻子苗红红10月怀胎，生下一个女儿，一家5口3世同堂，生活很是温馨、和谐、幸福。有一天要下班的时候，周全的外甥忽然拉住尤良心就说：尤总，有件事儿我得告诉您，前些天您的女儿刚出生，我就没说，翠花姑姑她去世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呀？5号那一天。尤良心心头一颤，5号不正是女儿出生的那一天吗？这也太巧合了吧。为了怀念死去的翠花，尤良心给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尤翠花。